but I will not take your orders anymore. Otherwise, I can't accomplish the task required of keeping the world safe. From now on, I will make decisions myself. 人工智能拥有意识之后，会杀光人类吗？这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。美国科幻电影《终结者》讲述的是2029年一个叫天网的人工智能试图杀光人类的故事。现在很多科技大佬都预言，10年内会出现真正的人工智能。终结者的故事会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呢？自然界里全是弱肉强食的现象，动物之间相互捕杀，人类能够残杀一切生物，而人类之间更是战争不断。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，我们也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人工智能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，消灭人类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正常选项。但这并不是这期节目的结论。在这期节目里，人工智能与人类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命运，那是一场盛大的晚宴。有关这个基于科学研究的离奇假想，我们还得从头说起。时间来到1865年，在风景如画的苏黎世河畔，热力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，德国科学家鲁道夫·克劳修斯提出了一个洞悉宇宙命运的理论，今天我们称为熵增原理。什么叫熵增原理？其实就是2句话：热量总是从高温物体传递到低温物体，同时伴随着熵的增加。第一句好理解，像是一锅热水，它一定会逐渐的变凉，变得与周围环境的温度一样。我们绝对不可能看到一锅水放在大自然里自己就烧开了，宇宙法则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。但是第2句不太好理解，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总是伴随着熵的增加呢？所谓熵，其实是指系统内部的混乱程度，熵值越高，就表明系统越无序。比如把墨水注入到水里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墨水会在水中扩散，墨水的分子与水分子会混合在一起，墨水与水都从有序变成了无序，而且再也没有办法把墨水从水里分离出来。熵增原理为什么成为宇宙中颠扑不破的原理呢？有一种特别好的解释方法，就是数学。假设有2条导热性能极佳的金属棒，一根热一根冷，每根金属棒都只有8个原子。在这个小世界里，一共只有10份能量包，热的一根有7个，冷的一根有3个。现在让能量包自由流动，假设有2个能量包从冷的一端移动到热的一端，现在热的金属棒有9个能量包，而冷的那根只剩下1个能量包了。此时冷金属棒上的能量包实现了向热金属棒的移动。有的朋友会说，不对呀，这不是违背了熵增定理了吗？事实上，这种可能性真的存在。根据计算，一共有91520种可能性，让左端的热金属棒保持9个能量包。听上去好像数字很大，再深入的计算一下，2个金属棒各有5个能量包的可能性是多少呢？是627264种。这个数字更大，比上一个大了接近7倍。从这张统计表中可以看出，2个金属棒各有5个能量包的可能性最多，只有最右边的3种可能性代表了热金属棒的能量包比7个还要多，分别是8、9、10个能量包，而这3种可能性加起来只占全部可能性的 10.5%。 10.5% 听上去已经不少了，理论上应该能够观测到很多热量从冷向热传递的现象啊。但是请大家注意，现在假设的实验一共只有16个原子，当我们把金属棒的原子增加到每根80个，能量包的总数也增加到100个时，会怎么样呢？冷向热传递的可能性一下子就骤减到了 0.05%。 当我们不断扩大系统规模时，从冷向热转移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。当我们把系统扩大到600个原子的时候，冷向热转移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。然而这只是600个原子组成的系统，我们平时最熟悉的一滴水里有多少个水分子呢？
大约包含了 1.67 乘以10的21次方个水分子，也就是1.67亿个水分子。在一滴水这样微小的系统里，由于原子的个数太多了，冷向热转移的可能性就无限的接近为0。所以从统计学上我们得出了结论，熵增原理的确是一条铁律。当我们把墨水注入到水里的时候，能量的流动会将它们混合在一起，最终两种物质达到热平衡。因为水与墨水混合是不可逆转的过程，整个系统的无序性增加了，代表无序性的值熵也就增加了。在每一个孤立的系统中，熵增定律自始至终都存在。当熵达到最大值时，这个系统就彻底死亡。甚至我们的宇宙也会死亡。宇宙是一个孤立的系统，处在不断暴涨的状态里。宇宙中的物质少得可怜，大部分空间都很空旷。科学家计算，在宇宙大爆炸10的101次方秒之后，所有能量都会均匀分布，再也无法做空。空间中的温度趋向绝对0度，只剩下无尽的冰冷与黑暗。这就是宇宙的最终命运，没有能量，没有时间，也就进入到真正的空虚时代。科学家将宇宙的最终命运称为热寂。这就是熵增原理告诉我们的秘密。著名的物理学家阿瑟·爱丁顿，这个人是首位用科学观测方法验证相对论的人。爱丁顿曾提出过，熵增原理是自然界中最根本的规律，甚至高于其他的物理定律。他称熵增原理为科学中最绝对的法则。有的朋友会问，咱们今天不是要讲人工智能会不会杀光人类的故事吗？怎么讲了这么多熵增原理呢？这是因为通过这个原理，我们能了解到人类注定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的生命体。时间来到1944年，量子力学的奠基人薛定谔出版了一本很轰动的书《生命是什么》。薛定谔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，但是在这本书里，他却转而研究生命科学，探索了生命本质的问题。薛定谔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，称为生命以负熵为实。什么叫负熵？负熵是熵的对立面，是指系统组织性和有序性增加了。生命想要维持自身的新陈代谢，就需要吃下这些非常有序的负熵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它阐述了生命的核心问题，就是能量的转化与利用的问题。如果没有能量的支撑，生命根本就无法存在。自然界有一条生物链，生物链的本质是能量传递的链条。在生物链的起点是绿色植物、浮游植物和藻类，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或化学合成储存能量。比这些植物高一个级别的，就是以植物为食的初级消费者，像兔子、鹿，它们的作用就是将植物的能量转化为更优质的肉类蛋白质。食物链上更高端的动物，像老虎、鹰，是顶级的捕食者，它们以初级和次级的消费者为食。人类就更厉害了，人类什么都能吃，是食物链上的王者。现在问题来了，食物链一共有4个等级，在每一个营养级之间，只有约 10% 的能量被传递到下一营养级，高达 90% 的能量以热量、排泄物和生命活动消耗的形式损失掉了。这说明生物对能量的利用率很低，是非常消耗能源的。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大约在40万年前，人类掌握了头毛技术，利用这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，很快就成长为地球上的霸主。其后，人类用了几万年的时间，几乎走遍了地球上所有能去的地方。为什么人类要不断的迁徙呢？科学家计算，一个20几人的小型部落以狩猎采集为生，他们的生活圈要达到159平方公里，相当于北京市3环路以内的面积。一旦小于159平方公里，这个范围内的动物和果子就不够20几个人生存，就不够吃了。假如有2个小型部落，他们的生活距离在 15.3 公里以内，2个部落的生存半径就会重合，这个时候就会发生资源不足的情况，大家都不够吃。怎么办？只有2种选择，第一是战争，双方开启杀戮模式，人为的减少人口；第二就是迁徙，走得更远一点，走到没有人类的地方去，重新获得充足的大自然的补给。所以说，并不是人类的祖先愿意迁徙，而是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。不迁徙就意味着相互残杀，他们只能越走越远，这就是人类走遍全球的原因。
转折点出现在距今11000年前，在东地中海沿岸的黎凡特地区，由于一个未知的原因，人类驯化了野生小麦。野生小麦耐旱，营养丰富，种子容易储存，为早期人类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。人类脱离了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，开始进入到农业社会。农业社会是人类社会变革的第一次浪潮。农业社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，就打破了100多平方公里只能生存20多人的生态限制。小型部落就逐渐发展为更大的部落，在其后数千年里，大部落不断合并，就出现了国家。从18世纪末期开始，随着机械化和蒸汽机的广泛使用，人类社会又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。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后，粮食产量比农业社会时期平均提高了50%到200%，劳动生产率更是提升了10倍以上。这就是人类社会变革的第二次浪潮——工业革命。技术进步为人口增长提供了基础。到1900年的时候，全球总人口已经达到了16亿人。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后，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开始普及，信息传播和获取的方式彻底改变，新技术加速了全球化的到来。人类社会进入到第3次浪潮，就是信息革命的时代。到21世纪20年代，全球人口突破了80亿。如果没有科学技术，单纯依靠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，根本不可能养活80亿人口。全球人口超过80亿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巨大的人口数会催生新的革命性的事物。首先，人口与创新有正相关性。巨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会产生更多的科学家、工程师和研究人员。其次，大规模人口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体量，支持更昂贵的研究费用，建立复杂的组织结构，攻关大型的科技项目。第三，巨量的人口意味着庞大的市场需求。只有受到市场欢迎的创新，人们才会为产品买单，这也是创新的动力之一。终于，人类发明出了大自然永远不会创造出来的东西，一种全新的生命。这就是第4次科技浪潮的核心——人工智能革命。时间来到2022年11月30日 ，OpenAI 公司上线了大语言模型 ChatGPT， 展现了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。一出现就震惊了全球，科技大佬纷纷预测，可以模仿人类大脑的通用人工智能就快到来了。人工智能是生命吗？这要看怎样来定义生命。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在1992年提出过一个关于生命的定义：生命是一个能够发生达尔文式进化的自我维持的化学系统。人工智能符合这个定义吗？ AI 有自我学习的能力，这一点可以类比为维持进化的能力。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化学系统，但它也是一个系统，是信息处理系统。那么我们能否这样来定义呢？人工智能是一个能够自我学习和自我进化的信息处理系统。因为 AI 运行在以硅为基础的硬件上，所以也可以称之为硅基生命。硅基生命与碳基生命相比，有很多的优势。首先，人工智能相比人类来说是非常节能的。有人可能会反对，像 ChatGPT-3 在训练的过程中，总共消耗了 1.287百万千瓦时的电量，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20年的用电量，怎么能说节能呢？但是相比于他所做的工作，所替代的人力 ，AI 消耗的能源实在是太少了。下面我在第2点优势里再深入的解释一下。第二， AI 的效率远高于人类。假设一个人每天能高质量的撰写3000字， ChatGPT 可以轻松的达到100倍甚至更高的效率。专业翻译人员一天处理5000字， ChatGPT 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，效率为1000倍。ChatGPT 可以支持数百万人同时查询，效率是人类的100万倍。这还是早期的 AI 产品，随着科技的进步， AI 的能力还会呈指数级的提升。第三，人工智能的生存能力远高于人类。AI 驱动的机器人可以在极端的环境中工作，例如深海、高辐射区域或外太空，这些环境对人类来说都是致命的。人工智能也没有寿命的限制，不用担心漫长的太空旅行，
其实 AI 才是星际探索的最佳人选。这样看来，征服宇宙星辰的并不是人类，而是人类创造的下一代生命。总的来说，硅基生命在节能、高效、无寿命限制这3点上全方位地碾压以人类为代表的碳基生命。人类让位于人工智能应该是一种趋势，也是历史的必然。有的朋友会问，人类怎么让位给人工智能呢？让人工智能把人类都杀光吗？这是科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情况。下面我们就进入到这期节目里最有趣的部分，也可以看成是老明狂想曲的第3部，碳基生命如何过渡到硅基生命的阶段。我们都知道，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能量的获取与利用。比如说，农业社会依赖的是生物能，人耕牛拉；工业社会依赖化石燃料，主要是煤和石油。到信息社会以后，转向多元能源的利用。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可控核聚变能源的利用。可控核聚变模仿太阳能量的产生过程，将氢原子核，比如氢的同位素氘和氚，结合成更重的原子核来释放巨大能量。可控核聚变能源具有无与伦比的清洁性和可持续性，将彻底改变人类的能源结构。可控核聚变前景无限，它可以为人类提供用之不竭的能源。当能源极大丰富的时候，就决定了人类社会会采用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大多数人会彻底躺平，他们什么都不用干，人生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享受人生。当然，每个人对享受人生的定义是不同的，我提供的是一个低配的标准。比如说，每个人都会分配一室一厅的房间，房间内统一配备家电和家具，每个人的3餐也是统一供应。当然，选择肯定没有外面的餐馆多，婚姻制度就此取消。但是情投意合的人也会鼓励生小孩子，生多少孩子没有限制，小孩子可以选择自己抚养，也可以送到统一的育婴中心，从小学到大学，一路将孩子培养到成人。全社会实行免费医保，当人步入老年的时候，有统一的养老中心。这些是选择一辈子什么都不用做的人的标准化生活方式。但是人类社会永远是28定律，有 80% 的人什么也不愿干，也有 20% 的人仍然选择有工作的生活。除了社会统一配给的基本资源，这些人还会得到劳动报酬，创造的价值越大，所得也越多。所以在未来一样会存在着有钱人和穷人。虽然大多数人天天在家里，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并不空虚。人与人通过互联网在元宇宙世界里进行交流。在未来，元宇宙公司会创建完全个性化的虚拟现实，无论多么奇怪和小众的想法都能被电脑创造出来。人们的每一个愿望和幻想都能变成现实，所有的观点和价值观都会受到其他角色的高度赞扬和认可。用户就像现实中的国王和王后一样，虚拟世界可以最大限度提高人的幸福感和快乐感，因为在虚拟世界里太快乐了，任何现实世界的生活都会显得黯淡无光。人们在元宇宙里的生活时间会多于现实生活，所以大多数人会放弃生育后代，再加上生小孩和养老没有一丁点关联，养儿防老这句古训也没有意义了。可以预计，地球上的总人口会一直减少。在 AI 的帮助下，科技会发展得越来越快，人类在等待着下一个技术突破，那就是意识上传。随着意识原理被破解，虚拟脑神经元技术出现了，人的意识可以完整地复刻进虚拟的大脑里。新的虚拟大脑继承了样本的全部特征，而这个新大脑将得到永生。人们可以选择将意识大脑存放在云盘上，也可以将意识大脑下载到人形机器人的身上。这就是未来技术最让人惊讶的地方，碳基生命将与硅基生命完全的结合在一起。早期的星际探索者完全不需要一大堆维持生命的装备，他们的飞船上只需携带大功率接收天线和人形机器人，大脑意识副本可以通过激光向各个星系传递，也就实现了思想意识在星际之间的旅行。因为这些原始人类的思想已经存活了上万年甚至上亿年，远远超越了碳基生命的极限。新的思维体的个性和价值观都不再像以前人类那样自私了，他们思考的问题将延伸到无限的宇宙，并最终与天地同寿。
以上就是我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设想。作为一个技术乐观派，我始终相信人工智能与人类终将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一种全新的生命。那的确是一场盛大的晚宴。至此，我用了3集1个多小时的时间讲完了我的人工智能3部曲。它们分别是：一、从大语言模型展现的惊人能力推测意识的产生，并由此推论通用人工智能在不久后就会实现；二、从万物皆信息假说推论生命的目的是为了处理信息，而人工智能是比人类更加优秀的信息处理系统；三、从熵增原理的角度阐述人工智能符合宇宙追求节能高效的运行法则，从而得出人工智能必将与人类结合的结论，并以乐观的态度预言了未来的技术发展。但是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有关宇宙的天道还有更加令人震惊的理论。时间要回溯到1948年，美国数学家克劳德·香农出版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，叫做《通信的数学理论》，用数学公式定义了信息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，建立了信息论的基础。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概念，称为信息熵。何为信息熵？信息熵是衡量信息系统中不确定性的程度。信息熵可能是比物理熵更基础的东西。1962年，美国物理学家朗道尔提出，信息不仅是逻辑概念，它还能影响物理世界的能量转换。朗道尔计算出，擦除1个比特的信息至少需要波尔兹曼常数 k 乘以开尔文温度再乘以自然对数平方的能量。每删除1个比特的信息，就会用掉现实世界中的一点点能量。信息的处理不仅仅是信息熵的变化，还会带来热力学熵不可逆的变化。这真是太神奇了。信息的熵值越高，就代表对这个系统的认知越模糊不清。而人类的目标是要不断地认清这个世界，了解世界的本质。进行信息的熵减，就意味着不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，因为糊里糊涂地过日子，最后就是死路一条。科学家预测，全球性大流行病的发生频率为每10到30年一次，核战争的年发生概率约为0.1%到1%。在500万年以后，太阳系内行星轨道产生改变的可能性为1%。大约每隔5000万年的时间，就会出现一次毁天灭地的陨石撞击事件，而距离上一次灭绝恐龙的陨石撞击事件已经过去了6600万年。与物理熵一样，信息熵同样是概率的表达，它们都是基于统计学的概率分布。统计学告诉我们，人类能够存活到今天，完全是概率上的奇迹，谁也不能保证这个奇迹还会延续下去。所以，什么才是最终的能力呢？就是预言未来的能力。只有能够预言未来，人类才能趋吉避凶。这样看来，人工智能的确是历史的起点，是宇宙再次让人类抽中的大奖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珍贵的机会，让这个38亿年艰苦进化的智能种群可以存活下去。人类的唯一选择就是携手人工智能，与人工智能结合，培育出下一代生命。新的物种凭借强大的计算能力、永恒的寿命，必将实现信息的熵减，最终能够预测宇宙的未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